係各位網友，嗱呢段視頻咧就係根據呢個榮鼎智庫，係非常有趣嘅。佢講喺過去嗰幾年咧，美國同日本就係因為嗰個地緣政治啊，減少咗同中國做生意，但係歐洲咧就冇減少到。點解咧？呢個就係同埋嚟緊將會係點咧？呢個係好啦，我哋介紹呢隻哥倫比亞野田咖啡嘅哥倫比亞布卡納加納馬樂園水洗咖啡啊！呢隻咖啡豆200克就特價260幾蚊，減到212蚊，掛耳包128蚊、102蚊，呢啲係好靚嘅咖啡嚟嘅，都係。如果你冇磨豆機咧，就可以去佢嗰度磨啊，即係證明係佢嗰個名牌嘅。呢個去軒尼詩道或者新界大圍嗰度，即係呢個咖啡已經個 quality 好飲呢個係。榮鼎智庫近日發表研究報告，過去7年，即係2017年，差唔多貿易戰到而家，歐盟同美日喺對華經濟上面出現咩分別？嗱，過去7年美國同日本咧已經將貿易、採購、投資減少咗啦，同中國好多。歐盟就猛話 de-risk 去風險化，馮布萊恩講嘅，但結果冇咁做到，得把口講。2017到2023年，美國整體入口中國嘅產品佔比大幅度降低咗8.4個百分點，唔包括石油同天然氣，不過石油同天然氣都冇意思嘅呢個。中國咧亦都逐步減少咗對日本嘅進口依賴，由29.6減咗2%至27.3，都叫減咗啲。美國減好多，美國點解減咁多咧？我一陣話俾大家聽。嗱，大家睇下美國同歐洲嘅分別。美國大幅度減少咗手機衣服就兩雙方都減少咗。其實衣服有一部分咧，就係嗰啲低價衣服，一定係走咗去越南啊、孟加拉啊、斯里蘭加嘅 laptop 同埋 computer， 美國減少咗啦。呢啲咧有一啲咧就去咗越南，有啲去越南，有啲嚟多咗台灣。歐盟增加咗家私，美國減少好多，歐盟減少少少。computer 零件都係反而係減少咗好少。如果同日本比咧，衣服啦，呢個日本都減少咗好多。呢個手機喎，呢個係 laptop 增加啦，呢個一樣啦，日本減少啦。solar cell 呢個日本減少，歐盟仲增加。printer 同 copier 大家都減少。同美日形成鮮微對比嘅就係中國喺歐盟進口嘅份額係增加超過任何國家，增加咗3.1個百分點。大家睇下，增加咗3.1，同其他國家嘅生意增加得最多嘅邊個啊？加0.29啊，加0.2、0.1啊，呢啲咁嘅嘢，中國增加3.1。歐盟對中國嘅依賴喺2019年超過咗美國，由2017年22% 升到27%，2023年穩定咗25%，美國得10幾個%。OECD 表示，歐盟對中需求對中國增加值依賴由13.6增加到17.3，呢個整體嘅依賴，唔係淨係入口。中國喺歐盟對外製造 FDI 存量佔比升咗2點。歐盟對外嘅直接投資4% 開始增加2%，變咗6%。嗱，呢個 direct investment 咧，令我最覺得最驚訝嘅就係呢個德國嘅化工巨企巴塞夫喺呢一個珠江三角洲投資100億歐羅，呢個係最大嘅計劃，做化工企業。我哋睇下，其實係咁嘅。
manufacturing direct investment 咧，就日本咧佔佢哋國家嘅17%，一向呢兩個多嘅。歐洲咧就飆咗上嚟，呢兩個咧冇增加到，歐洲飆咗上嚟喺呢度。榮鼎智庫歐洲 FDI 2024第二季度對華陸地投資歷史新高，我都講咗巴塞夫嗰度咧100億歐羅，呢個就係歐盟同美國喺製造業產出嘅 GDP 比重。對中國中間商品好似即係歐盟呢，係好似美國嘅各方面嘅條件都，大家都係一個先進經濟體，大家呢個人工都貴，即係呢啲咁嘅嘢，所以個需求呢都係貴嘅呢個係。但係疫情同地緣政治緊張，加劇咗歐洲對經濟依賴嘅憂慮，歐盟加深咗對中國貿易同投資關係。我解釋一下俾大家聽，我解釋下喺呢度，我先解釋俾大家聽。美國因為地緣政治風險緊張，咁所以喺 Donald Trump 嗰陣時同日本呢，就已經鼓勵啲企業咧就搬出中國。咁事實上呢，就係當然就係好多啲生意呢，就搬咗去呢個越南，喺越南、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洗產地去美國，仲有啲搬咗去墨西哥洗產地去美國。嗱，呢個就係美國份額減少嘅原因。歐盟嗰度點解冇減少啊？因為佢唔覺得中國係咁大嘅，中國係咁大嘅，唔需要對中國咁擔心。而過去嗰3年呢，因為要對付俄羅斯嘅侵略，烏克蘭咧，佢哋就停咗同俄羅斯嘅生意，於是有啲份額係俾中國 fill up 咗嘅，其實就係、亦都冇時間得閒去對付中國住，形成差距有3大原因。歐洲係綠色轉型好快嘅，歐洲嗰個歐盟嗰個要求係好高，就係轉可持續能源。而剛啱呢啲嘢咧，就要同大陸買嘅。呢個就包括咗當然啦，就係鋰電池啊、電動車啊、solar panel 啊，即係呢個風力發電啊，呢啲咁嘅嘢。電池同電動車佔中國歐盟進口份額嘅1/3以上，反映中國喺全球電動車供應鏈嘅主導地位。其實咁嘅。賣去歐盟嗰啲電動車呢，如果你數7年呢，好多都係上海廠做嘅。而家逐漸呢，就多啲喺柏林廠做，尤其是呢對中國嘅電動車加稅嗰時呢，有啲呢就係美國做運去㗎啦。呢個就係電池唔使講啦，歐洲係冇一間 substantial 嘅呢個電池廠冇。嗱，我哋睇下呢個增加嘅。最多就係 EV battery 電池，最多電池。電動車有啲歐洲車電動車運翻去嘅，其他車有啲就係 Tesla 最多。Solar panel 啦，嗱呢個我講咗好多次，呢個係嗰啲活性嘅成分，愛嚟做呢個維他命同埋做呢個抗生素Transformer、converter 嗰啲咁嘅配件，呢個係呢啲最多。剛啱歐洲好急轉綠色，大陸就大量 mass produce 緊呢啲嘢，所以同大陸買多咗嘢。第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歐洲能源價格高企。能源價格高企咧，就包括咗。其實咧，下游咧就好多嗰啲化工產品，咁嗰啲廉價嘅化工產品咧，只由中國入口啦。以前咧有啲廉價化工產品咧，可以由俄羅斯同埋呢個烏克蘭入口嘅。我哋睇下呢個係呢一個 export， 呢一個 import， 你睇下2022年大增
呢個係2022大爭。第三，美國同日本喺低技能含量商品、紡織品同家具已經實現咗多元化。首先呢啲係搬出咗中國嗰啲 garment factory 剩咗好少喺中國。嗰啲 Walmart 啊，或者呢一個Li and Fung啊買服裝，係嗰啲最出名嘅服裝先喺中國啫。咁就係呢啲咁嘢，運動鞋呢啲嘅又係豫園啊嗰啲咧，好多就去咗越南，呢個係。但係咧，歐盟咧冇咁做。最強最關鍵嘅差異，歐盟冇一個足夠力量嘅大棒或者紅蘿蔔，要嗰啲企業改變佢嘅製造及採購策略。即係咧，日本同埋美國都係你唔走就有大棒，你搬走就有紅蘿蔔。歐盟提唔出任何呢啲方案，歐盟冇呢啲方案。美國2018年開始實施關稅，影響咗2/3嘅中國出口商稅，實際關稅率係10% 度，歐盟冇加到。日本咧就通過加強供應鏈計劃補貼，等啲企業將業務或回遷返日本或者移去其他東南亞國家，拎咗好多錢出嚟。呢兩個國家，一個就用咗大棒，一個咧就用咗紅蘿蔔。相比之下，歐洲最大規模嘅貿易保護法案咧就係嗰個電動車，只係影響到中國對歐出口嘅2%。估計到2030年，日本喺半導體行業津貼650億美金，紅本廠冚冚聲咁起，而足美國570億美金，日本仲有個大計劃係做2納米嘅，揾晒所有大公司一齊嚟做。歐盟呢冇辦法落實，本來咧就津貼 Intel 嘅，而家 Intel 都唔去啦，90億美金都冇，所以佢冇紅蘿蔔。短期內歐盟對中國嘅進口咧仲可以加深喎，主要因為中國經濟疲軟，啲貨賣唔去，咁啊邊度有錢買咧？咁去唔到美國就焗住去歐洲噶咯。Donald Trump 承諾對中國出口商品增加60% 關稅，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產品傾銷去歐洲。中國可能採取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咁就會佢嘅產品仲平，去歐洲仲平。歐盟委員會咧將會啟動一啲貿易保護措施，優先保護對增加值同就業局貢獻較大嘅行業。佢會採用啲保護兩個 criteria。第一就請得人多嘅工業，第二咧就係賺錢賺得多嘅工業。但係有啲嘢咧佢又自己咧就唔係好做。嗱，紡織品、家具、電子產品，歐盟本地工業基礎較弱嘅嘢咧，繼續對中國開放，結果迎嚟中國更多進口。咁呢個咧我要話俾大家聽，紡織品嘅嘢咧就咁嘅，就唔係咁簡單嘅。高價嘅嘢咧，意大利同法國咧係做好多嘅紡織品係，咁就係搞到啲中國人轉咗去意大利生產呢啲咁樣嘅牌子。家具咧就係意大利都做好多嘅，不過高級啲嘅啫。電子產品咧，歐洲咧就真係好衰落嘅。呢個好啦，越南、孟加拉、泰國，佢哋咧因為美國限死咗中國，然後咧又唔俾中國洗產地咧，呢啲地方生產啲嘢咧就轉咗埋去美國喎。咁歐洲市場咧更加依賴中國，就依賴中國。長期嚟講，馮布萊恩講個 de-risk， 即係供應鏈咧一定要多元化。如果唔係咧，有咩事發生衝突嗰時咧，你就冇啦。但係過去5年乜都做唔到，中國進口暴增，點解？立陶宛同荷蘭已經出台法例，以網絡安全為由，禁止風能同太陽能項目使用中國嘅產品。Solar panel 咧就係我睇過一間歐洲公司投訴，話我哋係歐洲咧最後一間都執埋，
我哋轉去美國做，因為美國有津貼，歐洲咧冇津貼。歐洲根本以前都係領導嘅太陽能，終於咧係搞到咧歐洲冇得做。風能咧又係歐洲領前嘅，但係大陸啲嘢平啊嘛。你知荷蘭咧係最早做到可持續能源啊，風能可以夠全國用嘅啲電係。淨零工業法案同關鍵原材料法案允許公共採購中採用韌性原則，即係點講呢？公共採購下根據呢個世貿，你就唔可以排除其他國家嘅。中國呢係唔理嘅。中國喺佢嘅購買條款指明咧買國產嘢，其實咁係一種歧視，係違反 WTO 嘅。歐盟咧就唔會公然違反 WTO， 佢咧就會咁講：你揀供應鏈嗰陣時咧，可以考慮韌性原則，即係點啊？唔可以全部來自一個國家。咁因此咧，如果來得中國已嚟得好多咧，就要將中國排除出去。呢個係法國咧就係為公共資助項目引入環保標準，好似電動車稅收優惠，削弱中國進口商品嘅競爭力。中國咧通常係冇碳排放嘅條件嘅，嗰啲產品產生係。報告話美國對某啲中國商品嘅監管禁令就會為歐洲企業加速供應鏈多元化提供動力。因為美國禁一啲監管一啲中國商品，呢個就係咁咧。歐盟咧就好驚，因此亦都要加速將啲供應鏈咧就搬出中國，因為恐怕受到美國嘅禁令影響。隨住歐盟同其他中國替代目的地嘅投資增加，即係咧世界嗰個方案咧就 China 以前係，而家 China 加一有。加一嘅供應商越嚟越多嗰陣時，非中國生產力嘅擴展有利於歐洲企業多元化，唔使全面依靠中國。報告認為美國同日本喺政策方面嘅措施，尤其是明確信號同強制性激勵，比歐盟更加強大。歐盟雖然意識到對中國依賴嘅風險，但係好溫和，結果喺成績度爭好遠。布魯塞爾而家好驚中國產能過剩，用啲低價產物湧入，而家不停講，因此證明歐盟咧係唔會不動於衷。但係佢係個經濟非常疲弱啦，又有通貨膨脹啦，又唔買得俄羅斯啲嘢啦，咁所以佢採取行動咧係遲緩咗嘅。歐盟比較傾向符合世貿組織規矩嘅工具。至少短期內如此，因此短期內咧，歐盟對中國進口嘅依賴咧冇得唔計。長期嚟講，透過政策法規市場變化，歐盟嘅多元化供應鏈終於係會成功嘅，好嘛？好啦，嗱呢隻 Q10真係抵到不得了嘅，120粒，大家 check 下呢個 Q10 120粒 ，Form-Bio 血糖學。管理呢個三高啊、抗氧化咁樣，呢個就值1個月，呢個值4個月喎，加埋588蚊，名廠出產，非常之抵，大家快幫襯。